美国的航母舰载机还在用苦力装导弹，而中国的歼15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的装弹，真是不给面子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前一阵，美国的一家军事网站发表文章，对比了美国航母舰载机 FA-18EF 和中国航母舰载机歼15。他们认为 FA-18EF 的一大优势是拥有更快的出动速度，原因是该机挂弹点相对较低，5名美军士兵齐上阵就可以站在航母甲板上直接挂弹。FA-18EF 的翼尖挂点大致以地勤人员的头等高，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歼15舰载战斗机的翼尖挂点太高，靠人力挂弹根本不现实。另外呢，歼15必须把挂架放下才可以进行挂弹作业，否则由于机翼大部分是折叠的，无法进行挂弹作业。这就意味着歼15在挂弹的过程中必须占用甲板更多的面积，从而影响到出动效率。然而情况是这样的吗？我们先来看看美军是怎么给其舰载机装弹的。视频显示，一群美国的军人用着吃奶的劲儿，先是推着车拉导弹，然后再纯手工作业为 FA-18EF 挂弹，整个过程绿色环保，充分展示了美军的5名军人的团队协作精神。这在美国专家看来是非常骄傲的。但是当中国媒体公开了歼15舰载战斗机的装弹过程，我们才明白 FA-18EF 的挂弹方法已经落后了。央视公开的画面显示，中国辽宁舰飞行甲板上是机务人员开着导弹转运车，能够快速地把导弹送到歼15的翼下，接着有一套机械臂把导弹升起到准确的位置，然后由维修人员配合安装。美军运送导弹需要3个人，中国这边呢只需要1个人。美军需要5个人来配合装导弹，而中国这边只需要3名机务人员，而且装弹过程花费的时间更少。由于美军使用的是人工装弹，美国海军在招收航母甲板操作员时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要身强力壮，因为一枚空空导弹动辄就要几百公斤，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美军所说的在福特号航母用上了升降机，但是这种升降机因为经常发生故障，据说还不如壮汉手工操作来得迅速。客观点说，苏27、苏30系列的战机，其机翼高度呢的确是一个硬伤，根本不可能人工上弹，只能机械上弹。但是中国航母采用的机械上弹方式的确比美军的纯人工装弹要有优势，更为高效。最终美国人也得走机械装弹的道路。那么这么一来， FA-18EF 在甲板上操作方面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有关舰载战斗机是重型的好还是中型的好，目前呢还存在着争议。但是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只要能够登上中国带有电磁弹射器的国产航母，那么它在作战半径、载弹量、机动性等方面都将全面超越美军的 FA-18EF。中国目前正在加速研制 FC-31战斗机的舰载版本，其机翼高度也将更适合甲板装弹作业。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随着舰载机载弹量的增加，如果以后要挂载重量接近1吨的弹药，比如高超音速导弹，那么5个美国壮汉就是憋出尿来也搬不动。所以全面普及自动化的挂弹机是未来航母甲板运转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总体而言，航母战斗力取决于舰载战斗机的战斗力，与舰载机在甲板上的运转作业效率直接相关。
中国航母舰载机的甲板装弹提前实现了半自动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型的 FC-31的舰载板和 F-15重型舰载战斗机，甚至能够适应未来装备的舰载无人机。而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在这个重要环节已经被中国反超。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